参见元帅。督监免礼。敢问元帅，大军云集此处，逗留不进，却是何故？好叫督监知道，吴越与南唐交兵数十年，前后100余阵，打的其实不是兵马，而是运河。转运粮秣，调动兵力，水陆之费乃是陆路的1/10。只是吴越与南唐20多年来止息兵戈之后，这运河交界之处这一段，常年不用，多有淤塞，只需稍待些时日，便可疏浚一通。敢叫元帅知道，某家自从追随当今天子以来，临阵交兵，斩将夺旗，入川灭蜀，平定康贼之乱。身上的官爵禄位，可都是靠着2条腿，一步一步打出来的，却未曾听闻少了这运河船桨，却打不得仗的道理。督监虽是天子近臣，亦不得在大王驾前无礼。丁德月，你是天子吗？元帅，此言何意？还是说你是太师、枢密使？某虽不是太师，亦不是枢密，却是天子与朝廷受任的升州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监。当年在东京汴梁，当今天子亦不曾在孤面前自称某家。你别忘了，孤不只是东南面行营兵马都部署，孤还是大宋太师、尚书令、天下兵马大元帅。末将并不敢对元帅无礼，只是临行之时，受天子与朝廷所托，不敢怠慢军务，贻误军机。哦，受天子所托，拿给他看。你自家看清楚了，这上面是谁的字？末将奉诏。滚！末将遵命。大王，此人虽不足大，却是天子和朝廷潜入军中的，需防着他受了羞辱，回京之后怕是无妨。此役乃是天子自家拨划，大军在此处休整，寻机而进，为的不只是等运河，孤还在等曹彬和潘美。公元974年冬，大宋水师沿长江东下，曹彬避实就虚，绕过江州，命潘美奇袭采石矶。是夜，宋军主力对南唐水寨发动总攻，南唐最后的防线在烈火中崩塌。此战焚毁战船200余艘，歼敌万余，金陵门户至此洞开。江州，龙翔军呐，朱令云呐，李元清呐，谁能救得了江州？陈海军，陈海军，拟诏。命郑彦华率镇海军西调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下江州。陛下，不可呀，陛下！镇海军乃是京师东面的一道屏障，一旦吴越被蒙，
镇海军乃是我大唐抵御吴越大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呀！前世怎么会被蒙？前王那里亲家不是说万分妥当吗？崇明镇不是已经割出去了吗？镇海军等3军的粮饷、甲胄、器械，不都是由那吴越的黄龙社在供给的吗？陛下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呀。与吴越盟约是一回事，整顿军备、防其觊觎是另外一回事。京东之地，如今有3军镇守，故而前王才会屯兵于苏州，与宋国虚与委蛇。若是将镇海军西调，京师东面门户大开，前王的心思便难料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当初要朕割让崇明，以结好前世的是你；如今不让镇海军西调，以防备前世的还是你。话都让你说尽了，朕还能怎么办？陛下勿恼，前王的心思，其实一试便知。徐师傅，你说要如何是？黄龙社为3军提供粮饷、甲胄、器械，江阴军和常州军皆足数供给，只有镇海军、黄龙社的供给颇为不足。郑彦华以下诸将多有怨言，陛下可遣一使者，前往苏州出使军前，当面质问前王。若前王肯依盟约，为镇海军补足供给，则必无背盟图我之心。若前王不肯，那镇海军万万不可西调。徐师傅，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。那前王那里就劳烦徐师傅代朕辛苦一遭。诺。宋军破了江州水寨，可曾进入彭蠡湖？这却不曾说。宋军只烧了水寨，并不曾上岸。军报送来之时，宋军尚未挥兵破城。老将军久离军务，这战局可是有所不妥呀。时机未到，世子还需耐心等待。前王不肯见老夫。吴越一军13州，举国皆为宋臣，而今2国交兵，若大王见了徐公，便是叛国之罪。徐公，请回吧。背信弃义呀！背信弃义！豫章小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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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信弃义呀！儿子，也敢如此待我？背信弃义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
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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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采石矶，采石矶，宋军和采石矶距京师仅160里。你什么情报和准确？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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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镇海军、湘阴军一并西调，往援采石矶。郑延华派河州兵马都部署是解援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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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。太尉，枢密催促发兵的基地已经第12岛了。要死的人一刻都等不起。走吧，这条路走了60多年，也该走到头了。大王，郑延华动了。镇海军全军皆动，镇海军、江阴军都动了。图。郑延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，杜真为行营都监，两军全军西调。现如今江宁以东止于江南的常州军兵力不足6000。江左3州，由此处到江宁500里路程，门户洞开。大王，古谚有云：“天欲福取，反受其咎。”江阴军那边，阿平准备的如何了？阿平妥当。吴越这饮食如此寡淡吗？大王，大帅，目击敌尺已修补得当。元帅，可是有紧要军情？无甚大捷，小儿辈
大破贼也。好啊。好。今日，我吴越雄师抵兵立武，助宋伐唐。此战关乎吴越气运，亦关乎吾辈之荣辱。孤知道南唐亦为劲敌，然我吴越豪杰岂有惧哉？诸君当随孤奋力向前，克敌制胜，成吴氏之功业，建太平之殊勋。今刀锋出鞘，兵直入江陵。江宁。老都头，国家要亡了。从武中王到当今天子，从大吴到大唐，前后91年，国祚巍巍。多少袍泽，斩头沥血，才撑起这一片锦绣江山。如今他要亡了。老夫今日想问上一句：这个90年来让尔等安享供奉的四国四民，还有人愿意为他一战吗？这是吴越钱家小儿的招降本告，上面压着吴越前王的印玺。尔等当中，若想要寻得一条出路，只需告知老夫，老夫就把他送到杭州去食他钱家的俸禄，去苟全他的残生。老都头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你若想要活命，只管弃了兵权，去了杭州，高官厚禄不敢保，做个富家翁还是有的。可都想好了，现下留下来的，就全当自己是死人了。这阵子，老夫一直在想，一个几代人筚路蓝缕，用血和肉建立起来的国，如今国祚江中，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吗？我知道，天子昏聩，不似人君，
为了江宁城里那个稀烂的朝廷去死，莫说是诸君，便是老夫也是不愿的。这毕竟不是他一人之国呀，这不是他李氏一家之国，这是自大唐纷乱以来，在杨武忠王抚民定乱的道旗之下，浴血鏖战的数十万将士用自己的血和命拼杀出来的安身立命之国，是江南千万市民耕读劳作，一砖一瓦，一粥一饭建立起来的子孙绵续之国。先武忠王崩殂那一年，老夫只有11岁，身量还没有手中的木枪高，被选入黑云长剑都，只配给老王牵马。那年出征，老王在马上，老夫在马下。老王问我，这辈子可有什么念想？我说，能吃饱，能吃肉，活着能有一间屋，死了能有一垄坟。那时候小啊，尊卑都分不清楚。我问老王，他这辈子可还有什么念想？老王说，他快死了，若有来生，唯愿托生在一个太平之国。为了这样一个国，诸君愿意随老夫一道去死吗？相公，你如何来了？这宫中有何不妥吗？有一桩尴尬事，按理说该禀报王妃娘子，下官却有些犹豫，特来向相公讨个主张。究竟出了何事？这是何时的事情？有2、3个月了。如何不早报于大王？青铜都的茶子不识得他，又是国舅引进来的人，只是年纪高大些，下面的人心里嘀咕，却不敢擅作主张。前王招降了江右诸州和龙翔军。正是，老夫为行营都监，奉前王之命，与元帅合兵江上，共击江宁。贵官在吴越身居何职啊？老夫年迈，
平日无所执掌，挂一个环卫官的名衔，在西府荣耀而已。环卫官，宗室。哼，老夫钱元林，武肃王第23子，文穆王亲弟，当今前王叔父，吴越国右牵牛卫大将军是也。给老将军看座。诺。本帅南来之前，却未曾见前王向天子奏明此事。本来老夫也是不愿意理这些俗事的。元帅大军来得太快，朱令晕的龙翔军位于元帅的威名，不敢贸然出来请降，这才一纸书函送到王都。老夫与朱令晕之父朱匡业乃是旧交，念在救人之谊，才勉为其难。遣使赴升州东南面行营，取了前王教命，又日夜兼程赶赴饶州，取了龙翔军的兵权。朱某既是请降，原该向朝廷王师致书，而后率军中将校自负军门，以示归顺之诚。那朱家小崽子和军中将校本亦如此，只不过是苦于没有门路，才央求老夫做个中人。若无老夫作保，龙翔军10数万将士，恐有长平之忧啊！煌煌王师，岂能为如此不祥之事？10年之前，因杀降而生了益州之乱，也是煌煌王师。钟学，老将军也别激动，暂且回偏帐歇息。那老夫就先行告辞了。这中间隔着李氏10余万兵马，联络不畅。若要合宴，总需月余10日。军令城下，时事等不及了。这文书上的印，确实是真的。虚职环卫官，取了龙翔军。这一天脓疮生在后面，总是不自在。左右要把他接了。元帅这是打定主意了，早早处置了，合兵江宁城下，了却了这一桩战事。